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又要玩一款非常非常老的老物了啊！这也是在那二年啊，第三方刚有的那二年，FPG 推出的这一款为了经典擎天柱来出的这一款 G3的车厢啊，也就是传说中能让车厢消失的这么一款。当年非常非常古早的这么一个配件吧，配件包啊，给经典擎天柱做的配件包。看当年第三方给官方的玩具做的配件包，做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甚至在它的包装里边都留下来放这个车头的这个位置啊，可以让你在包装里完全欣赏这是一套啊，就是那二年。第三方还并不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发展或现在这种地位的时候，他怎么再去给官方做配件包的这个东西啊？当年的空间其实跟现在比的话，不比现在小，因为当年的官方还没有像后来什么专注于 MP 呀专注于这个什么什么啊，基本当年的主力那个年代应该是经典是主力的这个时期，还有包括电影玩具是主力的那个时候啊，其中穿插的像其他些像08动画呀，包括这个领袖之证啊等等啊，这一些别的这个田宫期的产品啊，按现在来说都是精品啊，都是非常棒的一个系列，但是在当年来说，只是为了填真人电影这一两年当中的空档期，来推出了动画作品和衍生的这些玩具啊。在这个期间呢，第三方其实也是刚起步啊，非常挣扎，当时也很少。像 FPG 啊，当时后来我们才知道 FPG 是马甲，它的本体是 MT，又是 Make Toys 啊，所以可能这个马甲到后来为人熟知的时候，就是很惊叹的感觉，因为它惊叹之前啊，它做了很多的这个配件包啊，G3车厢是一个啊，其次呢是这个给这个经典擎天柱的当时的就是白色的通天晓做的那一款化腐朽为神奇的通天晓马甲，那个是让很多人开始喜欢 FPJ 的啊。然后后续呢又做了补天士马甲，给经典的这个热破啊穿的那身马甲，包括后续的混天豹的这个马甲啊，经典的那款豹子啊，做了一个配件包，做了爆炸和这个爆炸和诈骗吧，应该是我记得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就是穿在身上之后就是穿整个配上去之后，跟 G1的这个混天豹是一样啊。然后包括后来的这个大卫的马甲啊，也是啊，很多早期的 LPG 被人喜欢，可能就是从这些配件包开始的，包括这款 G3的车厢卖点啊，我觉得应该分三大块。我个人感觉，第一个车厢本身的一个卖点啊，因为当时给擎天柱配车厢还并不是一个很很标配的这么一件事情啊。虽然说现在说没有车厢的好大哥不是个好车厢等等啊，这么调侃的话，但是当年其实官方并不重视，第三方其实刚起步的时候，可能它的重点可能也不是在这个上面。包括 FT 的第一款作品是大连版的车厢，还是给01配的啊，很少。第一个卖点啊，第二个卖点呢，其实就是它的里面的小滚珠啊。但是这款小万同学啊，他买这款第一个没包装，第二个小滚珠没有啊。据他说，我问了他，他说卖家跟他说好像把小滚珠给弄丢了，最后还退给他一些钱啊，所以挺可惜的。那个小滚珠其实是这款里边的第二个晚点，也是卖点。第三个就是本体，就刚才我说的啊，能够让这个车厢消失，它用电镀镜面的那种啊，翻过来的几个板件把车厢盖住，变成镜子
变成镜面那种效果，然后告诉你车厢当年为什么在动画里面啊擎天柱变身之后它是消失那个样啊，他给了你这样一个解释啊。如果还要算晚点的话，或者说让强迫症难受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后轮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块咱们能够给它翻起来啊，看这一块地方给它拆起来是什么地方呢？这块呢是可以翻出来另外的一个拖车啊，这块翻出来这个拖车呢，给它翻到后边。它是可以拖拽的，当时的这个通马甲重涂的这个擎天柱穿的那个马甲红蓝色的那块是可以拖拽到后边，类似跟这个超神和神弹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说整个的车厢的晚点不可谓不多啊，就是不可谓不少，但是呢，当年昂贵的价格其实也吓退了很多人。这个车厢我记得当时最顶峰的价格是需要4位数，最便宜时也要800-900左右，这个车厢并不便宜，但是呢，现在来看这个用料各个方面，其实也算是一声叹息，因为并不是很好，得亏它是个车厢，没有太复杂的结构，如果有的话，真的，我觉得这个料子真的可能不会支撑你玩多久，都会出问题啊。车厢呢，它底下有2段的这么一个支架啊，它支架前面这一块是可以抠出来的，这里这个地方还比较紧，抠出来的时候这块的这个凸点扣很容易脱开啊。然后上面这一块也可以打开，这是打开车厢之后的两个支撑架，它跟咱们这个本来的熟悉的这个擎天柱这个托这块能展开这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底下多了一块这个这块车厢就给它撑住了就这种感觉。然后擎天柱这款也是小万同学买这一套所以呢，咱们再回顾一下这款擎天柱吧。美版，当时很多人选择这个版本，日版呢容易掉漆，而且呢料子呢也并没有美版这么圆润，所以说很多人当时选择的其实是美版的这个版本即使用了一些当年的这个美版用了一些其他的比较诡异的这个颜色，还包括保险杠和进气口这块地方没有电镀，日版是有电镀的但是美版好像是有热感贴不过这个热感贴我估计可能也失效了吧。好，这把枪好，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可以选择性的你不把它拔下来也可以，也无所谓因为它也能变成一把枪。但是呢，还是看看吧，虽然很熟悉了翻下来，这是这把枪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把它放到后边，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模具的完成度很高，但是呢，可能我个人更喜欢把它放到这个后边，当做一个背包的一个展示好，这款擎天柱的变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我估计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你们也都知道这款的变形翻起来，好。这款模具其实每回变的时候都会说同样的话，当年非常可惜的就是没有给你做接地当年做接地也并不是一个专注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惜的，否则这个模具的完成度非常非常的高如果把接地这个方面如果再做出来的话，这款模具无懈可击。好，
手臂转起来，人形的头雕翻起来，这个地方转起来之后，上半身这个结构到现在官方在做擎天柱还在用。然后记住啊，前轮这个地方正版是完全可以把它翻到里边去的。KO 反倒是做起来这一款的翻折倒是很困难啊，应该是模具精度的一个问题吧。好，手臂转下来，然后正版的所有的版本，包括紫晴这个地方都是整片的透明件上的漆啊，所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色差的。KO 的版本啊，这块整个是塑料，不透明的，只有车窗镶了2个小塑料片啊，这是 KO 和正版的最大的区别啊，一眼能看出来啊。其实 KO 我一直挺喜欢他那个做法的啊，反而色差没了，一体性挺好，包括这个车窗这个地方镶了2个透明件，也能有这种透光的效果啊。好，把枪放进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放在这儿吧，当后边吧，虽然也能当盾牌啊，也没有问题啊。觉得还是这么放吧，这么放看习惯了啊，或者给它颠倒过来这么放都可以啊。好，擎天柱回顾了一下，放到一边。车厢啊，车厢咱们看看这款吧，看这个地方，把它抠出来，里边还有一对的这个轮胎。后保险杠这一块啊，能给它推起来，哎，后边这2对轮胎呢，可以给它再给它掀出来，这一块再给它翻开啊，这个拖车，看后面这块的插头就是拖它的这个马甲的啊，或者你给它可以这么给它放也可以啊，它能垫到这里边，哎，这后边多了一个这个，所以它并没有做出咱们熟悉的擎天柱的马甲的那车厢拖拽的那个感觉啊。好，给它放进去。当然，这上面的贴纸啊，一些东西其实也都已经贴上，但是贴纸已经开始起皮了啊。咱们一会儿看车厢里边就能看出来。好，这块咱们给它翻进去吧。好，然后呢，咱们就开始看车厢的后门这一块啊。这个地方所有打开，它是有一个这块的跑道，它不是抽拉式的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咱就可以把车厢打开，看这上面琳琅满目的电镀的这个武器还没有拆下来，这是给一些经典当时的包括幻影啊、探长啊、横炮啊、飞毛腿他们用的武器，这块也有。这个地方，这应该是给钢索的那把大剑啊，这应该是给飞毛腿用的。然后你能够看到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贴纸，看这边吧，这贴纸这块已经已经起皮了啊，所以这个贴纸的质量也堪忧啊。然后就是这个炮台立起来，炮台跟咱们印象当中的炮台也不太一样啊，看它整个立起来之后，它上面是有联动的，看到吧？
立起来，看吧？这一段立起来之后，它的整个这个地方是跟着一起出来的啊，并没有咱们看到的架耳式，但是前面有一个类似于这样式一个炮台。小滚珠呢就放在这里，有一定的弹射的这么功能，这块是个机关啊，这块是有的。然后这两个类似于扳手一样的东西是能够打开，但是呢，它是给擎天柱啊握后边这么一个开炮的这么一个握把啊。哎，看这块啊，折起来之后，看啊，完全折进去之后，这两个炮是叠过来的。好，然后这是目前的这个能看到的这个车厢的基本上的大概的一些完整，当然最后就是车厢消失这一点。消失这一点呢，其实看这个板件啊，从这块咱们给它抠出来，看，不要看这块啊，上面有很多这刮花了，它上面有一层保护膜。小王同学买回来之后，他没有接啊，接下来这层膜是非常非常闪亮的电镀。但是我个人呢，也不建议你们有这一款是接这个保护膜，因为你接下来之后，它的这个电镀的刮花的速度会更快啊。所以呢，我的建议还是有这层保护膜，有比没有强啊。能不接就不接啊。哎，打开这块也是啊，打开。这块比较麻烦啊，抠不到。好，打开。打开的同时，我们把这车厢再给它扣上去。扣好啊，然后这个时候再打开这一层啊，哎，整个这一块咱们就给它转过去了。你们都从这里边能看到我啊，哎，翻过来啊，整个这一块翻过来，然后前面这两个地方，后边这两个地方再盖上去啊，然后上面这些卡扣记住给它扣上，这就制造出来了一个擎天柱车厢消失的这么一个假象，这块就可以收进去啊。为什么每回大哥变形完之后啊，这车厢就会消失啊？就啊，原来它变成了大哥的衣帽镜，哎，就这种感觉。哎，把它放到这儿啊。不说他的这个想法怎么样吧，但是脑洞还是挺大的啊。说实话，给这上面这层塑料膜都揭掉之后啊，非常非常亮的一个，就跟就是化妆镜一样，非常非常的亮啊，反光度极好啊。所以说，当时这个卖点一出来之后啊，这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卖点和亮点，很多人不惜顶着高价去买这款 G3 的车厢，这个是最大的卖点之一啊。擎天柱的车厢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消失了啊，原来它变成了镜子。其实现在看这个卖点挺驴的啊，但是当时毕竟第三方也少啊，出这种其实算是香饽饽啊。你只要有，哪怕现在你觉得很驴的，当时这个卖点只要一出来之后，基本上不管是多贵啊，变形金刚的这刚回坑的这些迷友，或者还在坑里的迷友，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那种购买欲，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多年之后再看到这个车厢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其实它的这个营销的点还是非常早期的那一种，并不是很给人一种非常牛逼的那种营销的策略和效果，但是在当年带来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却是非常棒的
啊，以至于到现在说这么贵的这一个车厢，当时会让人争相去购买去疯买。原因很简单，第一没吃过没见过，这句话已经说了很久了。第二就是没有，当年的没有和现在的没有还不是那种感觉，当年的没有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饥渴，确实是没有。现在的没有就只能是凑合啊，当年你想凑合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高价还会让人义无反顾的抢破头的去买，就是那个年代造就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吧，感谢小万同学啊，让我这是我入坑的时候就入坑多少年之后啊，入坑几年之后见到这款比较高的这个价格的产品，当年没有选择买，因为我连看都不敢看啊，这价格能把我吓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机会玩，现在小万同学满足了我这么个愿望，还是感谢他吧啊。对，虽然他买的也不算太贵啊，但是他这一套可能加一块才600块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吧，真的算是弥补了一些当年我没有玩的遗憾啊，也多年之后吧，把这个坑补上了啊，算是我对当年想买而买不起，又多年之后能够把这个东西啊，能够再次在我的视频里面把它分享出来啊，算是给当年的我算是来了一回一个怎么说一个完结。还好当年没买，当年我要真的咬牙要买的话，真的我可能得疼很久。到现在想起来，我可能都会再疼啊。不过还好啊，现在有这么多朋友啊，能够驰援过来，他们买的这些产品，感谢吧。除了感谢，可能我没有别的形容词可以多去形容了啊。感谢这帮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让我玩到新品啊，又玩到一些没有买的，当年没玩到、没玩的一些老物啊，算是弥补很多很多的遗憾，好吧？那么这一款 G3车厢咱们就玩到这儿。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